各位看官，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喝口凉水都塞牙，放屁也砸脚后跟啊！中国的这个著名的演员、慈善家、歌星韩红，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一句大伙儿给老少爷们走个面儿啊，这下呢，把自己呢直接就给走没了。今天传来的最新的消息，诸位啊，是真完球了。人民日报都开始点韩红了，看看吧。人民日报在2026年7月14号的时候发了一篇评论，永远不要低估观众。一部质量明明还不错的电影，为什么找不到自己的观众？一场演员看着提词器的话剧演出，何以招致观众的不满？一句请观众走个面的宣发，为何引发争议？这背后都涉及到创作与观众的关系问题。一个老问题今天遇到了新挑战，最典型的是对观众的预设判断正在失效。这不得点的不就是韩红吗？各位，当然了，有人说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这个中性的这么一个评论，没有那个，你不觉得这个人民日报他能够立场鲜明的说这个事儿吗？这句话充满着嘲讽，这就够了，朋友们韩红现在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啊，因为他那个基金会太多经不起推敲的东西，中国的网友现在开始实名举报了。老有韩红的脑残粉在我的视频底下留言说你们就是有组织的这个拿外国的钱网暴韩红，要断送中国的慈善事业。说这些话的人呢，我基本上定义他是那种这个月薪永远也过不了5000的社会底层的那种炮灰人士。我们只是客观的来探讨这个事儿，而且这些人呢理由就是说，你看韩红不是前几年的时候经过北京民政局的全面检查，人家说他并没有违规违法吗？第一没有违规违法并不代表着不违反情理，不违反这些网友的期待，不让大家失望，对不对违规违法只是一个底线红线。第二，说北京民政局当时组织调查韩红的那个局长，我看有网友说早就他娘抓起来了，那是一个贪官。再说了，真的没有违规违法吗？这些韩某人的这个事情呢，我昨天晚上也连夜写了材料，打算今天呢寄给北京那边民政这个相关单位那具体最后会有什么结果呢？说实话我也不敢保证，也希望大家呢给我一点力量吧还有那个严某金那个事情，我呢也在继续有好多的一些粉丝总是问我，说实话这些事情都是万难的你去做不一定能成功，但是你不做永远都不可能成功。大家要想一想这个事情的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它不可能轻易就有结果，这需要大家伙的力量鼎力支持我希望你们给我支持一下，兄弟姐妹们。兄弟姐妹们，这个韩某红他到现在都没有全国性募捐的这个资质他现在是这个北京市的这个民政部门给他这个颁布了一个什么这个叫地方性募捐资质，但是他也不具备地方性这个募捐资质符合全国性募捐资质的，他必须得有这个原始资金是800万，符合地方性公开募捐的原始资金必须得400万，而韩某红现在依然是200万这么多年他怎么运营过来的？相关的监管单位是怎么监管的？兄弟姐妹们，关注我这个号我一定会反映他的这个事情。有些事儿不上秤没有2两重，但是呢被群众盯上了，一旦上了秤1000斤也打不住。我不是说韩红的体重我就说这个事儿，朋友们，瞧见人家怎么举报的了吗？
对北京市民政局提起了说韩红基金会涉嫌通过空壳公司虚假采购侵占慈善财产的举报材料。一个是名称字号违规，是吧？韩红爱心慈善基金属于非公募的基金会，2019年获得公募资格变更，但是这个当时的时候仍然使用了自然人韩红作为字号，违反了基金会名称管理规定的第6条，公募基金字号不得使用自然人姓名、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或字号，强制性的规定。你看，这是法律上的硬伤啊，朋友们这是硬伤啊。那韩红基金会肯定不能叫韩红了，以后这一点是确定了。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涉嫌通过空壳公司虚假采购侵占慈善资产说这个通过3次向上海的一个汽车公司采购支付了3000万2000万一共是6000万，但是这个公司实缴资本仅10万元，企业职工缴纳社保人数仅为2人，且无实际办公场地，疑似空壳公司不具备履行数千万采购合同的实际能力而且这个公司没有救护车改装所需的生产资质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资质，那他为什么要找这个公司呢？完全不具备利用上述经营行为构成通过关联公司转移、侵吞、私分、侵占公众捐款的重大嫌疑根据相关的法律向民政局举报。这都是法律上的硬伤我亲爱的同志们，韩红怎么回答呀？再说了，韩红基金会那个账是经不起查的呀。你看看这位网友说，去内蒙古花4000多万搞什么这个慈善医疗，其他的捐救护车费用不说，光是100人义诊的广告费就花了300多万，摄影费用75万多，一个音响17万多，这做什么慈善合理吗？都是月捐人10几块几百块凑的呀，让他们都乱霍霍了，那个意思就是挥霍了。怎么解释，朋友们？怎么解释？还有韩红基金会70万物资援助黄冈龙卷风的灾区，这70万物资5000箱矿泉水、1000箱方便面、1000箱米饭、800箱饮料500箱手撕面包，这些物资到底值不值70万呢？其实认真算起来，这批物资不仅不值70万，还比网友算的57万更低，除非是采购的人缺心眼儿。这70万还有20万的溢价空间呢。你看看，这有这个干超市的这些网友给韩红算出账来了呀，70万50万就够，还有20万的溢价空间呢。韩红怎么解释？我亲爱的朋友们，怎么替他洗吧？你说所以说中国的网络大 V也都说了，韩红这个人设崩塌了，趁早别干了吧觉得韩红没必要再干慈善基金了。如果要利益，韩红在里面不是没有利益吗？如果要的是名声，现在韩红得到的完全是负面名声。慈善基金会也被韩红拖下水，以前还可以说是少数左派跟韩红不对付，现在逐渐发展成准全民级的舆论了我不评论对错，但客观就是这么个形式。一个慈善基金会干到这个份上，工作很难开展，存在的意义真的不大了，而且看不出来能翻身的迹象。就算将来做出点成绩，也没人领韩红的情了，毕竟钱又不是你捐的，永远是质疑占主流。建议韩红撤了得了，这样下去对谁都不好。问题是现在韩红想撤，他撤得了吗？人家网友实名举报了，那必须得查账一查账，这个账朋友们，你告诉我，你觉得经得住查吗？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